真怒了！波兰豪砸 2.2 兆打造欧洲之盾。如果说当今世界上有哪国家卖军火最不手软，那绝对非波兰莫属。为了彻底阻绝俄罗斯地面部队潜在的入侵野心，波兰在短短4年内签下了总额高达 682.6 亿美元的军购合同，折合新台币整整 2.2 兆。当一些国家还在为要不要多给几辆旧坦克磨磨唧唧时，波兰已经把手里的信用卡刷爆了，甚至连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重都拉到了惊人的 4.7%。 波兰这波操作就差直接表明，他不仅要当乌克兰最铁的兄弟，还要在东欧平原上亲手筑起一道俄罗斯坦克永远翻不过去的钢铁长城。我们来看看波兰的大手笔。韩国方面，波兰一口气规划了980辆 K2 主力战车，这个数字让人怀疑波兰是不是在搞坦克批发。对此，波兰人想得很明白，既然侵略者只听得懂炮弹的声音，那我就准备980个理由跟他们讲讲理。除了韩国 K2， 还有美国的 M1A2 艾布兰，这种被乌克兰战场证明过皮实肉厚且攻击力爆表的陆战之王，就是专门为了对付俄罗斯那些老旧的 T72、T90 准备的。坦克之外，波兰还跟美国签购了近500套美制海马式。大家都知道，海马式在乌克兰手里简直是神器，几十套就打得俄军后勤怀疑人生。现在波兰直接整了500套，这分明是在告诉俄罗斯，只要你敢动邪念，你方圆几百公里的每一个补给站、每一个指挥部都在一箭清平的范围里。而这些只是陆战，他准备把天空也变成侵略者的禁区。这次波兰砸了约100亿美元，买了96架 AH-64E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直接使其成了全球除美国外最大的阿帕奇用户。想象一下，近100架这种坦克收割机在空中盘旋，对于那些还活在2战装甲机区迷梦里的指挥官来说，这简直是末日级的恐怖。有了直升机，自然更少不了战机。目前已确定引入 F-35A 隐形战机与韩国的 FA-50 轻型战机，搭配上千枚欧洲产的 CMM-12 防空飞弹。波兰正努力给自己和邻居编织一张连苍蝇都飞不进来的导弹防御网。有意思的是，他还斥资了数亿美元，大力兴建本土弹药厂，确保155公里炮弹像可乐一样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这是用实际行动告诉乌克兰，兄弟别怕，子弹管够，工厂就在你隔壁。看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酸，波兰哪来那么多钱？这不是把国家搞穷了吗？这就是波兰最聪明的地方。波兰总理图斯克最近跟欧盟达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协议，由欧盟提供 1.6 兆台币的天价国防贷款。这笔钱虽然是借的，但它的意义非凡。这说明整个欧盟终于睡醒了，意识到波兰不是在为自己扩军，而是在为整个欧洲的自由买单。这 1.6 兆台币是长治久安的买路钱。有人说波兰财政赤字高，有人说债务占 GDP 比重危险，但波兰人的回答掷地有声，欠欧盟的钱可以分45年还，但是如果让俄罗斯的坦克开进来，我们连命都没了，谈什么经济？这种宁可背债也要保卫自由的骨气，正是现在的欧洲最缺的钙质。既然波兰这么猛，俄罗斯慌不慌？他们当然慌。以前的俄军还觉得可以靠能源勒索，靠核武恫吓，甚至靠那点残存的钢铁洪流记忆来恐吓东欧。但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仅有血性，而且有钱、有枪、有世界顶级装备的波兰，以实力求和平的姿态，才是对侵略者最有力的回应。好了，本期波兰氪金计划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支持波兰这波血腥操作，记得点赞转发，我们下期再见。